乱吃食物的朋友都应该知道，喉咙处会长出一颗狰狞的眼球。感到害怕的女生立即捂住嘴巴，但她没有感到一丁点的慌张，反而从书包里翻出装有雪玉果的罐子，接着不带犹豫的一口吞咽了下去。咀嚼过程中还露出无比享受的表情，最后彻底恢复平静。她浑然不知，这所谓能提升成绩的果实，其实是一种慢性毒药。因为在前几天，丽芬也发现过雪玉果，感到害怕的她直接扔了出去，并被一只路过的流浪狗吃进肚子里。不久后，母狗就在密林里奄奄一息，果实也从身体里快速生根发芽，最后长出无数的雪玉果。而诡异的事件也从这一刻开始。人人皆有果子满足欲望，却不知道自己只是被利用的工具。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但他给出的希望是难以抗拒的甜美故事。接下的人即将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施丽琼自从知道文月得到雪玉果后，每天上课都看着对方的书包，魂不守舍，只想寻找机会将雪玉果夺过来。为了得到果实，施丽琼找到新宇，并以手帕的秘密作为威胁，让他去偷取文月手中的雪玉果。于是，在第二天的体育课上，新宇装作摔倒在地，而施丽琼则顺势帮忙扶回教室。真正的目的就是搜寻文月的课桌，可搜寻了一圈都没发现雪玉果，甚至还不小心摔坏文月看中的镜子。当对方回到教室，就发现破碎的镜子，这让一向爱美的文月眼神里闪过愤怒，但他没有立即发作，反而来到新宇面前，露出诡异的表情。我知道你又翻我的东西，但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老师。他也是被人逼迫才做出这些事，正因为如此，惹到整座学校都不敢招惹的人。不久后，学校各处都印着新宇的照片，上面不仅写着是小偷的事实，甚至还告知有个哑巴父亲的事件。最后又带着男同学欺负新宇的父亲。呀，根本动了，哪里？怎么了？怕你女儿做的事被人发现啊？放开啊！看什么？动！干什么？哎！讲话！讲话！讲话！哑巴吗？妈妈，我看看，这不要动！太到处看，怎么看？你哑巴吗？到此看。直到新宇从学校回来，这才停止动作。文月也心满意足地带着众人离开。这次的举动彻底触碰到新宇心里的底线，于是第二天就拎着一桶胶水来到卫生间，并直接将胶水倒在文月的头上。事后，新宇因严重违反校规，被校长处罚在下次模拟考中扣除50分。而文月在卫生间里不断梳着头发，可被胶水粘住的发质怎么能轻易疏通？导致他愤怒地拿着梳子砸碎玻璃，甚至对着镜子疯狂地怒吼。最后，为了缓解压抑的情绪，从书包里再次拿出雪玉果，似乎只有这枚果实才能缓解心中的不安。当连续吃了2颗过后，愤怒的情绪这才有所缓解，随即便剪断被胶水粘黏的头发，甚至强行从脸上撕下粘黏在皮肤上的胶水。尽管撕破了脸颊，也没有感到痛苦，因为此刻的镜子里比之前的自己更加美丽。自从这天起，文月就发生了变化，时不时就会看见一张狰狞的脸庞。这恐怖的一幕让他想要吃颗雪玉果安抚情绪，恰巧被前来卫生间的施丽琼撞见。现在是偷不偷就要明抢吗？当天我告诉老师扣你分数，你都这个鬼样子了，还在那边死鸭子嘴硬。再说我有那个东西，我扣多少分都不怕，给我！于是两人立即争夺罐子里的果实，可争夺半天，施丽琼都不占上风，于是立即叫上新宇过来帮忙一起争夺。可谁都没注意，新宇的眼神变得狠厉，最后居然将文月狠狠丢出窗外，当场死亡。当陈书亮前去查看文月的尸体时，惊讶地发现对方脖颈处突出一根支架，而这现象和张磊母亲的状况一样。这时陈俊宏也来到现场，看着自己喜欢的女孩惨死在面前，他忍不住大声痛哭起来。同时文月的母亲听到消息也来到现场。怎么回事啊？文月，她从厕所窗户掉下来，不知道是意外还是自杀。拔刀，月月不会自杀，
我女儿才不会自杀，她不会自杀。而学校和警方对此事的处理也很简单，只要钱到位就能解决一切的麻烦。而这一幕恰巧被陈书亮听得一清二楚，最终强行将文月的尸体拉走，不知去向。与此同时，一对母子刚买下进入学校的推荐信，就被这里的管理员当场询问：有没有人知道你们来这里？是康教授交代我。这一幕被躲在不远处的傅春华看见，随后两人跟着管理员来到一处隐秘的工厂里，还没等两人有所反应，管理员就用铁锹将女人砸晕过去，被吓坏的男生瘫软在地，最后还是被管理员用铁锹活活敲死。而这恐怖的一幕也被傅春华看在眼里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对方会这么做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以上就是最新台剧《聪明镇》第3期内容。